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1.21，收盘价是179.8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3.65，最低价是在175.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215.08万股，与前一个交易日的交易持平，量平。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下行走势。MACD 开口变小，那我们会看到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那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增强。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12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那蜻蜓线呢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那在下跌的行进中出现蜻蜓线，并且呢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那这说明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但是能否变盘成功呢？它将取决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能够高开高走，那收盘价如果能站上蜻蜓线的最高，那么说明股价将会止跌成功，会出现反转向上的反弹。那如果次日的收盘价收在了蜻蜓线的实体下沿的下方，或者说是收在蜻蜓线最低的下方，那么将预示着股价是继续下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收在172。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一个高位的横盘，收盘价在184。实际在12月6日收盘价是在179.82，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那我们会看到在12月6日的收盘价，它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虽然蜻蜓线预示着是一个变盘的信号，但是收盘价在前低下方呢，这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那么在12月7日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75.33。那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好，或者我们加一条水平线，我们先保留这个上方的水平线，我们加一条。好，那好的，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好，这是股价出现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蜻蜓线的最低。我们说，如果收盘价跌破了蜻蜓线最低呢，将会有一波下行的走势。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那缺口一旦被回补呢，我们说股价将会测试前低，也就是166.185这个位置。测试前低的目的就是要创新低，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跌破166.185。好，
那么下方呢，我们想把这个水平线啊再进行一下调整，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67.54，167.54是11月21日这个红 K 的最低。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理由，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11月21日的这个最低啊，是自11月15日以来连续下跌红 K， 对，我们会看到这是这根红 K 的最低。如果我们把它合并的话，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合并之后这个红 K 的最高是在200关口附近。所以就目前的这个辅助线，我们会看到啊，那股价下行，不管我是回补缺口还是要测试新低去创新低，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标志，也就是这个红 K 的最低。那股价是否选择继续下行，还是说到167.54这个地方啊遇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对，也就是说会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盘整区运行。对，所以说我们说167.54，它将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标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股价如果继续下行，我们刚说了蜻蜓线的最低从175.33这个位置，一直到167.54，我们说在这个区域啊，它将是强支撑，也就是说股价在这个区域遇任何支撑都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对，来维持住这个11月15日到11月21日定义的这个盘整区。好，这是股价的下行。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么股价的上行呢，我们说第一个目标，它将是要突破这个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183.65，在这个位置。那然后呢，我们说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实际上过蜻蜓线的最高，然后呢是要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5到187之间。对，所以说呢，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87，也就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好的，那这是股价，我们说是上行的2个目标，一个是我们把这个矩形先移开啊，一个是这个蜻蜓线的最高，一个就是5日均线值。对，然后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呢，说叫止跌成功。如果再能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反弹。那如果说股价出现反弹，那它上方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200关口。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要突破我们刚刚说的11月15日和11月21日以来定义的这个盘整区的上限。对，好，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能够突破200关口呢，将会建立一个多头的趋势。好，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水平线，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啊变成一个红色线。作为一个日内的观察吧，这条线是我们之前定义的是11月29日这根 K 线的下限，对，和200关口之间的一个盘整区的下限。那对，我们来作为日内的观察。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对于12月7日上方，我们要关注2个点，一个是蜻蜓线的最高183.65，一个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187。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在这2个位置，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对，那下方呢，我们要关注
175.33。那我们说175.33以下，一直到167.54，对，那在这个区域都是强支撑，也就是股价很容易在这个区域遇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我们说，如果股价既没有跌破175.33，上方也没有突破187，那我们说股价后续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就是在194这个区域是一个理想的技术进场点。那但是在昨天视频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连续出现这样的下行啊，说在这个区域我们说抱有大的量，然后各个指标都是向上。那在这个点位，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这是一个诱多的一个 K 线。对，那在这个区域进场呢，我们有2个手停损，一个是这个绿 K 的最低，那还有一个手停损呢是这个178.75，也就是说11月29日的最低，我们保留的这个水平线。那目前股价还没有跌破它，说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呢，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进场点，会在这个地方停损。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于之前视频当中提到的技术上的操作的一个信息的反馈。好，那总结一句话，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跌破178.75，也就是说目前还在有持仓。好，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前高183.65，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184到185，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5到186，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5，对，到187之间。对，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压力区间合并，它是从183一直到187，也就是各条均线值啊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把这个矩形还放在这个位置，我们作为一个日内的观察。好，那从这个第一个压力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说股价在这个地方会遇压而继续下行，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股价如果一旦突破了这几个这个区域呢，它会重新站上各条均线值，而是会出现一个反弹向上。对，好，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第二个压力就是191，我们说是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从198到200这个关口，在这个区域，也就是12月1日 K 线最高到200。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那第一个支撑呢，我们不认为178.75是支撑了，第一个支撑应该是这个蜻蜓线的最低，是175.33，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这个缺口，也就是170到172之间。那第三个支撑呢，就是下方的这个166.185，也就是前低。对，我们画的这条水平线，它是一个标志线，也就是这个横盘区域的一个标志线，它并不是一个强支撑。好，那
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那我们给出1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止跌反弹。如果是止跌反弹，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可能会回踩到177.5这个位置，最高会到达186，然后收盘会收在185附近。对，止跌反弹，也就是它的收盘价会重新站上，也就是站上这个蜻蜓线的最高。好，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当然很可能会出现继续下行。那如果继续下行呢，对，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180，最低会回踩到169.5，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73附近。对，那么出现下行呢，我们要给出一个条件，也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过180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股价才会出现下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2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